来吧，咱们继续来变这只狼。毕竟是同模具嘛，也没有什么太新鲜的地方，咱们就当一个温故而知新。首先，先把这个大脚尖儿抠下来。脚尖儿呢，其实也是它狼的一个尾巴。我们把它翻过去，这个地方的球冠啊，我们旋转一下，把它割下来。腿部立起来，人的脚尖我们先折上去，然后这个地方不太好拆啊，这地方有2个很长的 T 型滑扣，我们需要来回的挪一点点的位置，尽量啊把这个齿轮关节的脚踝接地我们先打开一档，让这个有更多的活动空间，起码先把一条腿很方便的解决出来。另外一边呢，我们把这个折回去啊，然后把它往前倾关节往前折一折，哎，这个时候边缘就很好划出来了。先把这2个地方划出来，但是一定要小心这地方的2个尖刺，千万不要崴到。双关节先拉平掉，让这膝盖露出来，打开这个边儿卡扣，让这个盖板贴合回去，下方这里稍微的挪动一下，好，90度贴回去，然后做一个下 Z 字，膝盖折下来，小腿的部分翻过来，脚踝旋转，让狼爪子冲前。前方这里需要解锁几个卡扣，一共4处，上下各2个，解松解松，解松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抬起来了。先拆开2层卡扣，上方的锁定肩胛拆开，下方的锁定手腕拆开，手腕再腾出来一点点的角度，让前方的这个倒角边缘好过去。拆开狼爪下方的卡扣，拆开后方这里的大卡扣，先折到一定的幅度，再把手腕回归，不阻挡了。前方盖板盖上，这里的卡扣对准插上，然后这个地方折一下，拉下来，肩膀拉下来。好，这只狼爪也变得差不多，但是提起来，腾开空间，这一块折进去，然后翻转狼爪，腾开空间，把这一块胸甲折进去，再倒回来 ，OK 了，4只我们就变完了。打开这个盖板下方的卡扣插合，狼头直接就跟这么卷出来即可。但是里边人的头需要稍微的变形一下，人头这个地方要提起来90度，让这个螺丝孔冲外，然后滑道，先往上推一点，解锁开下方的边缘，然后往里压，压它，压成这个角度以后，让脑袋变成一个横着的，也就是红色冲下，银色冲上，这时候头顶会出现一个大的卡扣，把狼脖子放下来，这个地方卡扣又看不着了，这个地方卡扣和脑门上边进行一个连接，这个地方有点不好插，我们可以把一个手指头垫进去，插合，哎，好，这样就插住了。接着把这个盖板往上归，顺着这个狼脖子堵孔。说是个狼啊，我觉得这个更像个狐狸，比之前的那只脚还像狐狸。嘴巴可以打开，里边的獠牙尖尖的，引起的刻画点缀非常的漂亮，而且身上这些小的细节，涂装一印什么的都展现得非常精美。好，它的野兽形态就变完了，也别管狼还是狐狸吧，反正就这么个东西啊，挺帅的。当然这个之前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同模具。接着再把它变成人形，这个地方不太好拆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边缘这里会挡到，我们把它挪开，再把尾巴拆开，这就变成武器了，它的枪。先把这个盖子打开，狼头也好，狐狸头也好，爱撒撒无所谓。我们把这个地方直接180度从里侧翻起来，脑袋立正，旋转180度，然后往前推它，这滑道推到头，
推到头以后啊，我们再折叠一下，腾开里边更大的空间。现在需要做的是，这后方有一个小盖板，我们要把这个盖板立起来，对准这个地方2个插口，把这盖板都插在一起，哎，后边这里就挡起来了。前方这里进行一个折叠，搁好它，脖领子这块也不空了。你可以直接把脑袋上边带着一个榔头，也可以不变这个人脑袋啊，让这个榔头当成这个人形的一个头，变成阿努比斯。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说明书把它旋转一下，背到后方去。现在这里插合。榔头背成这个样子，作为一个背包，我们先按这样的来吧。然后这个地方打开盖子，往开折，下方这里打开盖子。这个时候拳头先折起来，腾开空间，让下方的这个边缘过来，翻转180度，先把它都收进去。然后把这个边缘挪过来，再往回折叠，搭一下边儿。好，裙甲立起来，腿部直接一个打直就行，顺着这些关节直接撇正，脚尖放下来。但是现在腿是反的，而且这个胯部分得很开，我们需要把这里先打开，旋转180度。这个地方其实就跟猩猩我们刚才变身的时候的那个肩膀的位置变形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肩膀猩猩调整的时候是上下一上一下的调整，而这个地方呢是一左一右的调整，这个腿就收得更里边一点点了。好的，旋转，把这根部轴旋转过来，哎。变成一个内八的三角形。其实这个狼嘛，我们刚才也看了，就是桐木的，复习一下就可以了。造型上面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和狮子带的那只狼啊有一些不同，改进了一点点，可能也是为了区分吧，但大体的结构是几乎一样的。猩猩的全新体验非常精彩，这两个摆在一起的效果呢也拔群啊。其实如果按冲云霄来说，这两个角色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在蚩尤里边，这两个角色作为了一个套装的诞生。说白了，一个裤衩子，一个大脚板，但是对于藏丸阁来说，他把这两个东西都做成了3变，而且同样的精彩，很厉害，想法真的非常棒，让强迫症的这种玩家非常满足，我就是其中之一。总想着这些配件你到底能变点什么，而这一次藏丸阁说我所有的配件都有用，我所有的配件都能变形，我甚至连加强的零件都能进行一个组合来变成它的武器。所以说真的藏丸阁不需要吹，品质决定一切，而且做工也好，造型也好，也在业内有口皆碑。其实现在这套蚩尤已经看得个七七八八了，最后就差一条腿嘛，也和之前出的那一条腿基本上我觉得也大同小异啊。最终组合起来以后的样子，我们也在网上看到过无数次了。这一套蚩尤无需再多的评价，确实素质满满的。而现在呢，更期待的是他们家的应龙卫队到时候做出来是个怎么样的素质吧。但就我个人来感觉啊，我还是更喜欢应龙之前原始设定的那一套原画。而现在呢，藏丸阁也公布出来应龙后续的一个试制阶段的图，好像改动的幅度太大了。我个人来说，如果比起原画来啊，我还是更喜欢原画里边的那个造型一点点吧。另外就是这一套大蚩尤差不多，小蚩尤应该也会赶紧跟上进度了吧。小蚩尤我觉得会更加可爱一些啊，毕竟米米嘛，在一些细节上面也能做出来这样的品质，那就更厉害了。而且应龙卫队现在也应该好像是个公布组合的东西啊，
那小的应龙会不会有？目前是个未知数，但如果藏王阁啊能把当时原始设定的那个造型再变回去，那就更好了。即使大的这一套已经开模了，无法改的话，小的应龙考虑一下呗。那么这一套雷猿和池狼的套装大概就是这样了。